大家好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南怀瑾老师的论述抗衰老的温养秘诀。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活力？是不是有青春的气息？生理上有没有欲念？有没有阳气发动的现象？假使都没有了，就完全衰老了。衰老了就是命将绝矣。在易经属于游坟之卦，就是坟游虚墓之间。那么要如何防老防童？如何培养自己？老年的人或者年轻身体衰弱的人，抗衰抗老只有一个秘诀，就是静养静。什么思想也没有，但不是昏睡，心境很清明，头脑很清楚，等于动物的冬眠。养多少时间不一定，看年龄关系，至少一个周期7天，7天下来，等到青春的气息恢复了，阳气发动了，千万不要动欲念哦。有了男女关系的欲念，一配合就完了。所以道家讲性命双修，就等于佛家的心性念头。这个作用要分辨得清楚，没有一点杂念，没有一点恶念，也没有一点邪念，没有一点不正之念。这个时候等到一阳来复，正子时位置到了，阳气就恢复了。只要你这样一次能够把握得住，还不要说每次，一次能够把握得住，祛病延年之药就在你手上，就有把握。斋戒沐浴清净，妄言放下，什么都不理，这也就是温养了。就好像婴儿刚刚生下来，放在温室里保养，这个时候阳气一来，只宜温养之，这就叫做子午温养。像培育幼苗婴儿一样，怎么培养？不增不减，顺其自然。孟子讲养无浩然之气，不可揠苗助长，不能帮助他，帮助就不是温养了。一个乡下人种稻子，天天看不出稻子长高，他就用手拔一下，长高了，稻子也死了，这就叫揠苗助长。许多人做功夫都在揠苗助长，刚刚有点对了，一下子发光了，以为得了道，然后要加工，又吃补药，又练气功，这样那样都加上去，结果发光变成发暗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不能揠苗，不能帮助，只是抗住，这是温养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佛经所讲的照见。观自在菩萨那个照观就已经在温养中了。内以阳极，安静虚无，原本隐明，内照行区。所有的功夫做法修持就是一个养字，养字之难就在这里。内以阳极，阳极的境界有4个字，安静虚无，这个谁都会，一看文字都懂。真讲安静虚无的实际功夫就难了，就是大学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的求安求静的步骤，一直到达明道为止。所以严格地讲，静和安它有功夫上的层次，修养到达最高的境界，虚无就是佛学所讲的空。讲到阳极，现有的生命是本来生命的投影，从现有的生命上找回本来的生命，就是安静虚无。原本隐明，在佛学的方法叫做兜摄6根，就是把我们眼耳鼻舌身意等割离开，访求诸己，内省自己，这个就是原本，也就是不向外放射。比如我们学打坐，眼睛闭起来，耳朵不向外听，在佛学叫观世音菩萨法门，反观自性等等。拿参同气来说，就是原本隐明，不向外放射，回到自己本来的那个安静的状态。内照行区就难了，这是道家修养功夫的境界。在我们原始的文化里头，内照行区是内视之道，在佛学就是观照反观，表达不同而已。
内视并不一定是指身体以内，而是无内外中间之内。不过我们没有到达这个境界以前，姑且拿这个身体来做一个标准，先把外用的精神收回，转向内造形躯，就是这个身体。这就产生了后世道家的手丹田、转合车、修气脉、打通任督二脉等等的方法，原理就来自内造形躯。据我个人所了解的，各家的修法最厉害也最有效果的是佛家的白骨观和不净观，实际上这就是内造形躯。当然普通观不起来，如果观起来也同道家一样，眼睛一闭静下来，身体内部气脉的位置、气血的流行、五脏六腑的情况一目了然，都看得非常清楚。内造形躯不是用这个肉眼看，而是属于自信的功能。以上这4句话就是练己功夫最重要的基本原则，不管佛家、道家或者显教、密教，随便哪一种修炼的方法做到了，练己的4句话也一定做到了。尤其最重要的是内造形躯。假定一个人修养的功夫够，能够安静下来，一闭眼，内部的情形能看得见的话，就可以祛病延年，至少用自己的精神意志治疗自己的身体就非常容易了。虽不能说长生不死，但是慢一点衰老，多活一段时间是绝对可以做到的。摘自我说参同契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愿意跟我一起学习南老师的智慧，请点赞、转发并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新的视频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